算关键时刻，川普这一个月动作非常的多，大家是百思不得其解。你动作为了这么大，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我们都错怪了川普，因为他一直在按表操课。你看到美国的国务院，他抛出了这一份5年的计划，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清楚楚。你看朝鲜日报他是怎么形容？他说，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国家进行贸易，美国明目张胆的商业外交。而精华是什么？他说，这个外交政策策略是跟亲美国家建立经济集团。哦，这样大家完全都看懂了。原来为什么台湾可以15%的关税，为什么232可以这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原来现在台湾就是这里面口中的亲美国家建立的经济集团之一。那你要进来，也不是说你想要说我要报名，我花了钱我就可以进去，没有。你必须要经过一个忠诚度大考验，所以最近为什么川普跟欧洲不断的呛下，不断的吵架，这就是一个忠诚度大考验。你看到光是格陵兰的这个事情，8国联军去了，甚至那些军队这么样的少，或者是这些的领导人不断的去呛川普，其实川普都看在眼里，到底这些人对我们美国，对我川普，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今天，宇轩，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格陵兰这件事情，川普并不是说他玩真的，我们是玩真的。你看到这一大段，这是《华尔街日报》。现在是凌晨哦，半夜哦，他不断的更新，想说为什么？原来川普半夜睡不着觉，一直发贴文，一直跟欧洲讲说，你不要怀疑我，我跟你这个格陵兰我玩真的哦，你今天再怎么样的话，我就怎么样。他不断的发，现在已经把立场踩得很稳了。知道我们讲川普发贴文那个叫做精神亢奋，但你要想想看，收到贴文的人，包括这些各国的领袖，包括欧洲的领袖，那个叫做坐立难安，夜不成寐。理由很简单嘛，川普不断的释出这些讯号，对他们来讲，每一则都要去看川普用什么，用讲了什么。但为什么川普要这样做？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忠诚测试，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你要从美国的这个5年的报告去看，原本它里面写的叫做 Agenda Strategy Plan， 原本死的是什么？是美国这5年期的一个白皮书，我要做什么，我要讲什么。结果没想到你摊开一看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高达23遍都在讲一个国家 China， 都是中国，全部都是讲中国，吓坏了。那为什么一直讲中国呢？韩国的媒体直接把答案讲出来，因为美国呢现在包括从关税战。以及呢，在地缘政治上，它不断的运作，它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从经济衍生到军事，到战略层次，打造一个叫做亲美经济集团。换言之，我先用钱，我们讲人是英雄，钱是胆，来去做分队。你如果今天站在我美国这边，你可以跟我一起发大财，而且赚大钱，对，那代表你是我这美国集团，你喜欢巴蒂，你喜欢压低，你是我的一员。但如果你今天选择了中国，选择了俄国，选择了朝鲜，那代表你在邪恶轴线的那边。所以未来你想要赚美国的钱，你呢一定要是我的伙伴，这个叫做商业外交，也就是如果你跟我不同边，你得到的是什么？没有胡萝卜，只有棒子，只有关税，只有惩罚。所以现在，当你看到说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232的优惠条款造核，那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加入亲美国家的人，对，而且我们是第一个。对，我们讲开头是前卫菜而已哦，因为理由很简单哈。格陵兰这叫什么？军事以及战略的成立，看到不？例如加工川普弟弟发文嘛，这就一波哎，对，按习拢无歪捆。现在我们录影时间呢，我们讲清晨了，这家伙真的是疯了。他有没有睡啊？他干嘛？他在那边po一个，这我们讲当初类似像硫磺岛一样的，然后说他要去占领格陵兰。对，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嘛，川普到底又发了什么呢？来，第一个这是连续他的一个贴文，对，而且呢，被《华尔街日报》直接讲说。贴文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张照片。那为什么要用这张照片呢？因为当时美军最著名的就是说，他们登上了这个2战时期登上硫磺岛，对，宣告说日本再见，就一根旗子插下去，插落，就是我们现在这场战役已告终。结果你看川普啦，然后后面应该是 Marco Rubio 跟 JD Vance， 对，这是硫磺岛战役，这个这是格陵兰岛战役。对。还要玩这一招，对，就像动漫会讲一句话，你已经死了。他这个插下去是说格陵兰已经是我的了，因为他现在是要去 Davos 嘛，就是所谓的原本是经济论坛，被他搞得像政治风暴一样。来，针对法国的葡萄酒跟 Champagne
200% tariff， 还有欧洲的8个国家，你如果敢挡格陵兰，100% tariff，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半夜根本是跟所有的这些不忠诚的人都开战了。对，那我想搞死他们了，因为理由讲你们没有看懂川普在玩什么吗？川普宣告的只有一件事情，你只有站美国边跟中国边，没有给我这边两边投机讨好的。那格陵兰这件事情是美国势在必行要做的事情啊，你如果不在我们这边呢，你就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敌人的待遇。对，所以200%跟100%，这叫什么？敌人的关税啊，什么是好朋友的关税？台湾15%哦，那叫好朋友的关税。结果一宣布之后啊，人家没有把川普当开玩笑哦。这是美股的我们讲期货哦，盘前包括道琼、S&P 跟纳斯达克 Q 哦，还有一个我们讲 Philadelphia 费城半导体，嘣go 全部都往下跳。为什么？大家知道川普是认真的，对，很有可能造成震荡。那你知道贝森特反而讲说什么？非常不明智。我想你以为说他讲川普吗？不是，他说欧洲这些国家非常不明智，因为这个叫做什么战略资产。所以他说欧洲这一群人他根本不懂现在川普到底在玩什么。对，你要看清楚啊，各位。最可怕是最后一句，都应该相信川普讲的话，什么意思？川普说个200%，说100%，他委内瑞拉都敢打了，你以为他开玩笑吗？而且我跟你讲，这家伙真的是有够狂。他做完这件事情，发完这些贴文之后呢，你知道川普他另外还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他晒简讯。你看，他说这是马克龙给他的，给川普的哈。我的朋友，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完全一致，伊朗问题上呢可以做很多事，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格陵兰的所作所为。我们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我可以邀7个国家跟你谈啊，来。最重要是哪一句话？我不明白你在格陵兰所作所为，所以川普为什么要把它列出来？马克宏叛徒 traitor， 他直接把马克宏说这个人是谁？敌人嘛，而标注起来了，所以200%刻下去。来，英国说什么呢？来哦，聪明绝顶的北约盟友英国要把迪亚哥加西亚岛给让给摩里西斯。他说：“你明明知道我在这边有美军基地。”这么重要的事情，中国跟俄国都会觉得 you are so weak， 软弱，太软弱了，所以他就把它播出来公审。他在国际上公审，他连英国都直接干的。对啊，他说你我这么好我跟你那么好，我们血浓于水，就你怎么做这么愚蠢的事情？然后呢，我讲最后还是要绕回来。你以为他是要骂英国，不是？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真的需要格陵兰，他还是要讲格陵兰，什么事情都跟格陵兰有关。结果有一个家伙哦，这个家伙我帮他取中文名字，他应该叫俊杰哈。这个叫马克吕特，是我们讲的NATO 的这个秘书长。他说什么呢？亲爱的唐纳德先生，你在叙利亚 impress。非常的令人赞叹。我在达沃斯上呢会强调你的攻击以及你在乌克兰做的事情。我致力于为格陵兰问题找到一条推进的道路，迫不及待想见你。来，赵尔够狗腿，对，婆婆踏踏。所以这个人是谁？盟友。这个人是盟友嘛。然后这两个是敌人。对，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分得太清楚了嘛。而且哦，他甚至直接讲白话文，他怕说发这个贴文你不知道。写信给谁？挪威首相。那你想说挪威有什么重要的？又不是东北讲丹麦，为什么要去写给挪威？因为来照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举办地点在哪里？就在挪威。对，我讲君子报仇我们讲了10年不晚，几个月都不晚。川普不是，川普是小人报仇，一天到晚马上跟你讲说，哎呀，你们国家没有发放诺贝尔和平奖。然后我记得他另外一篇专访，他还说什么我不 care 啦，我不是很在意，然后又再提一次。阻止了8场战争的我，来，他说：“你看嘛，我阻止了8场啊，你没给我没关系啊，但是我没有义务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和平。对，我现在呢就不跟你和平了哈，美国至上。换言之，他是在呛瞎挪威说，我对你来讲至关重要的利益就是占领格陵兰，所以现在是北约为美国利益行动的时刻。”管你什么所有权？他没有拿到和平奖了嘛？和平是至上的道德价值嘛？他先跟你讲说，我现在就是生意人了，我就来赚钱了嘛。来，就更好笑哦。北约、欧盟，你知道这些国家唯一抵抗川普的方式是什么吗？搞一个复仇者联盟。你知道什么叫复仇者联盟吗？就我加个赖，然后加个赖，加个赖，然后30几个国家加赖之后，在里面骂川普。你说他们还拉了一个群组，对，取暖。这个人真的很疯在干什么的？恶心。对，他说我们这个是为了因应川普紧急小组，叫做白宫小组就当时泽伦斯基是去白宫，然后他们是陪他去吗？他们就趁机互换了2个通讯方式。各位，我不是讲玩笑这是真的。然后他们就说，只要
川普发什么文？这不是开玩笑，你对啊讲的是什么 political，对啊专文报道这件事情，对啊他们玩真的的。对，就川普只要发什么文章，他们马上就开始说，我们怎么面对川普啊？我们该怎么处理他？然后在群组里面呢互丢，搞不好还丢贴图，丢什么？但我问各位，有用吗？没有嘛，因为你到最后面，国际社会你还是要讲究现实。即便你们私聊、你们沟通无碍，但问题是人家枪就是比你们大支，就压在那边嘛。而且现在啊，前 CIA 的这个情报的官员来就是这个 Andrew， 他自己呢在 YouTube 上Podcast 上开了很多的节目，然后开始在探讨说美国它的战略标的到底是什么。他其实讲的很简单，他说美国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子，而且是要什么？国家安全需求。你说他为什么要拿格陵兰？对，什么资源什么那些不是对跟委内瑞拉不太一样？对，真的是国家安全。对，很多人本来以为说他是要他的矿产啊、他的经济啊等等的但其实不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叫做P2菲克太空基地。对，这个基地是什么？它有所谓的预警雷达，它是北美最早我们讲是在最北部北极圈一个至关重要。你知道最近北美防空司令部做一个很大胆的动作是什么吗？前推。他把他们的有一些战机、飞机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直接呢开始前推派到了，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P2菲克太空基地。再来第二件事情，既然它是为了所谓的国安因素，包括了它所谓的航道，包括它所谓的我们讲的飞弹，以及它的航程，以及它的预警，所以它怎么做呢？他讲其实有几种做法这个 Andrew 他说第一个，我不用跟你直接把国家拿下来嘛，我可以干嘛呢？我跟你买。什么叫买？中国模式、商业模式啊？对啊，我大量的去投资你嘛，我去入主你嘛，那最后面你是不是慢慢的所有事情都要听我的？那我慢慢的美军也可以靠过去，那外交上也没问题啊，因为我们是从事商业合作啊、商业往来啊，而且呢，我根本不用去冒犯到你这些我们讲北约的国家、欧洲的国家，我也可以得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说美国想要掌握的某些区域就能到此，所以不是全部嘛。再来，让其他国家搞不清楚他的底线在哪，开始思考说。是不是干脆照他要求做？你看，我先跟你讲说我要整个拿下来，我要去插旗，我要去攻打他，然后最后面又跟你讲说我商业就好啦，我商业模式。所以其他国家在他这个一进一出、虚虚实实里面，搞不好最后面呢就答应这个条件，而且他们还有 Plan B， 这个 Plan B 我觉得可行性更高。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基辅邮报写的，他说其实川普手中有一个我们讲的密件，而且这个密件呢会让香港想起当年的回忆，你知道什么吗？99年长租约他把格陵兰租下来。对啊，99年啊，我有没有侵犯你主权？没有啊，99年很一个世纪嘞但我还你啊，我会还你啊，我只跟你借而已啊。那你看形势就像清朝是把香港99年我们讲割给英国，那最后面呢，英国还是怎么样？还是还给了中国还给中国嘛。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是建立在格陵兰独立之后，也就是你格陵兰如果有独立的话，我有这个做法；你格陵兰没独立的话，我可以跟你进行商业合作。我们这样一路这样看下来，川普他不是疯疯癫癫的人，像你刚刚讲，他甚至有 Plan A、Plan B， 表示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就跟这一份是有关系的。国务院给出这，所以川普根本不是说我今天想要干嘛就干嘛，他真的是搞一个按表操课的。对，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都是表征，但是呢，川普这一本白皮书里面呢，让你接了他的底牌，他直接跟你讲说，直接只有一个标的。23次叫做中国。首先，西半球跟唐罗主义是什么？我们本来都以为这是开玩笑，以前讲门罗，结果他唐罗主义就写在这个报告里面。对，美国的本土包括西半球工业以及它的南方，他要做一件事情，把中国呢以及其他的国家，我们讲的只要非他阵线的视为假想敌。那再来呢，经济上以及呢包括重要的资源上，他希望能够全面的脱离所谓的依赖链，而且呢相关的交货跟网络能够越低越好。包括我们讲的现在的半导体，包括我们的矿产，美国都要自给自足。再来，针对印太区域，我跟你讲，各位已经搞定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崛起的这个问题以及市场性的问题呢，要把支持美国遏制海外侵略，这叫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关税大战。分边，你如果站在美国支持美国，他虽然美其名说因为你赚我们钱，但实际上他都只针对友邦盟邦，对，来干嘛？我把你全部15%干嘛的？我们全都是自己人，对，我把你慢慢拉进来，但是呢，你要付出代价，为什么？因为你要割肉，你才会痛啊，对，歃血为盟啊，才有这种概念嘛，否则你没割肉，我哪知道你玩真的玩假了？再来，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他干嘛？鼓励支出军备来造，这有没有开始在做了？当然有，都在逼了。这是不是日本也要增加？赶快动起来！台湾要增加，韩国也要自己付。然后呢，更可怕是后面美国拥有使用其关键设施和资源的更大权限，代表
美军如果再更进一步，日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嘛，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台湾，它甚至可以进一步的来到台湾的本土，甚至是离岛附近来进行所谓的设防以及协防。然后经贸领域的合作，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谈非常多。所以换言之，这4大项你看完之后呢，我们用这个 Rubio 做总结，你就看得更明白。美国不会回避，这是他写在这份报告里面哦，就一个专业还有签名哦，与中国其他地缘政治国家竞争，对，宣战嘛。你很少会看到这样子哦。美国不会怕的，对啊，写的白纸黑字，宣战书都来了，我就跟你中国拼啊，对，我就是要跟你竞争啊，我不会跟你寻求这种不必要的冲突啊。但是呢，在政治安全经济的领域呢，包括抵御中国、俄罗斯、英拉其他地缘政治国家的对手的侵犯，我们呢势在必行。所以你看哈，有人还是读得懂空气的，不是每个人都这种白目啊。台湾这是我们特别提到，是不是呢？最惠国待遇，来韩国这边现在换他们接受考验了，因为韩国现在答案没出来，全世界都知道李在明心中啊，他是不是直接跑去找习近平啊？他搞了我们讲现在乌烟瘴气的啊，他直接跟你讲说记忆体这一块。我也可以跟你克制到100%，所以现在包括三星is SK Hynix， 他们就很紧张，紧急的召开相关的会议。甚至你这边呢，韩国的网友很多人在讲说啊，台湾就这样子，那我们就这样子照做嘛，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做啊，不然我们成长率现在去年1%了，台湾今年4.7%了，都已经要被台湾端掉了，你还在中国眉来眼去吗？甚至是你看进一步连中国本身你不要以为说中国是被针对的那个人，他一定最硬，不是知道？连中国都贵了，他也都软了。对啊，我要去买你的大豆。对啊，你要多少我都买。对啊，我们讲这大街骂人，小巷道歉啦，买了1200万吨，然后呢，国粮这边就是所谓中国进口美国大豆成本人高，对啦，贵是贵，但你还是得买嘛。所以其实美国它也不是说一定要把中国呢往死里打，它只是要宣告一件事情：未来世界的秩序由美国主导，而挡在他面前的绊脚石，他都会把它踢掉。廷慧，我们刚刚提到一件事情，真的川普到底在玩些什么？《金融时报》今天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对川普的误判可以休矣，什么概念？我们都在问说，川普可能只是说啊，乱搞啊什么，他是玩真的。因为南非它是金砖5国当中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国家，川普早就对南非总统不满了。对，而且川普在白宫当中呢，其实已经提醒、警告南非总统过好几次了。《金融时报》它是一个比较亲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报纸它竟然会写说不要对川普误判那误判可以休矣就代表说什么意思？连《金融时报》都服了，你知道吗？对，因为川普的确在扎扎实实的干自己的事情，而且他是有个计划的，是有个大谋略的。那今天对南非的出手可以说明什么事情？南非跟中国太好了。然后南非当中来讲的话，今天在海上被拦截的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 MCT 对，什么 MCT？ 就是2个货柜当中呢，有这个装载在南非有一个测试飞行学院，这个叫做简称 TFASA。这个测试学院呢，里面其实它是在协助中国的飞行员在进行所谓的测试，也就是让中国的飞行员能够熟悉西方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反潜作战，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武器。那你看到这里面当中货柜当中就有很多的是一个模拟器，这个模拟器是在做什么东西呢？是在做所谓的，比如说 P8A 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北约的相关的过往使用过的一些相关东西，对，然后让他们能够去训练解放军。那这时候被这个抓他们的是谁呢？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分局，还有这个执法相关的一个这个出口相关的一个单位。那他们就是主导了针对这样的一个TFASA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的司法部里面有特别提到。因为这些所有的设备，还有相关的训练人员的教官呢，大部分都是从北约退休下来的。对，那退休下来，你知道南非可能跟一个英语系的国家比较好，所以你看到包含加拿大的，被发现到有加拿大的，有包含说这个像英国的、瑞典的，或者说很多其他的旧北约的这些退下来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军人们，对，他们竟然让这个什么跟南非这边合作，然后去协助中国去了解到。西方国家怎么去做反潜作战的？对，你看到本来这一些人员本来是在黑龙江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呢，因为被发现到了，要转移到了山东的这个所谓的齐河空军基地。那
里面有老外，有些金头发的，然后又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黑头发的，那你就看到说有解放军这些跟金头发的在一起的这些照片呢，就显示出这个计划当中是由南非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联系管道非常绵密，所以你看到这些做法就是在什么？在警告南非，还有警告过往来讲跟中国一些友好国家，你们就算是帮中国在进行这种所谓的军事训练，我都在我的这个眼睛里盯着你。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现在发现到中国跟伊朗还有俄罗斯竟然也跑到南非，因为这些金砖五国嘛，跑到南非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刻意的想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切断所谓的好望角的这个所谓的备用线。什么叫备用线？因为你知道苏伊士运河非常不稳定的原因，是因为中东如果情势不稳，包含像也门胡塞组织在这里截断的一些所谓的货运航线来讲的话，对西方国家绝对造成影响。今天我们讲说中国它目的是什么？想要去做截断西方的动作。但是如果今天中东情势稳定下来的话，苏伊士运河也不会那么危险了啊。对，所以呢，现在的中国其实说真的，有时候搞错方向，搞错目标。他今天在做那个演习，以为在印度洋跟太平洋上面可以去有效拦截美军的做法，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反倒是被大家看破手脚，因为事实上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要去，而且你知道，我刚刚提到美国就是警告南非，接下来南非下一步动作就很好玩了，因为他如果看到了委内瑞拉、伊朗都被修理的情况之下，你请问南非敢接下来动作吗？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南非有可能站错队，下一个可能会被川普修理。瑞德哥，现在中国真的在国际上面完全被看不起了嘛？今天你可以看到，阿富汗竟然发生了这种恐怖攻击案件，地点在哪里？就是你现在看到已经烂掉，对不对？但是它原本是一家叫做兰州牛肉面的餐厅。事实上呢，中国在世界各地有一些挂着什么拉面馆啊，还是牛肉面馆等等啊。那么常常被这个世界各国的政府呢认为可能跟情报中心有关系。那么这家位于阿富汗喀布尔的这个沙赫尔诺区的这个等于说那个兰州牛肉面那个爆炸案啊不寻常，为什么呢？因为它爆炸了以后呢，爆炸威力非常大，造成一个中国人跟6个阿富汗人当场就死亡了，对，受伤的人数高达20几人呐。那么它一爆炸发生了以后呢，如果你说它是因为它发生爆炸的地点那个爆炸的中心点是在这个后面的厨房附近。照理来讲，如果是气爆就算了，但是呢，伊斯兰国的分支马上跳出来说是他们干的，对，而且他们故意干的，而且他们将针对中国大陆的相关的老百姓呢，继续加以这个等于说，那么进行恐怖攻击。为什么？因为他们代表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同胞，那么被中共所这个等于说荼毒杀害啦、囚禁啦等等啦，他们为他们抱不平，所以犯下这样的一个爆炸案。你可以看到这家兰州牛肉面馆，这里面从老板到老板娘，清一色都是中国人的面孔，没错。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我第一次看到吃面的外面有保安拿 AK-47在那边守卫的。那么在门口呢，拿枪守卫的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士兵那么听说也在这起爆炸案里面死亡。那到底是死亡还是受伤不知道我们现在看到他门口不是站有阿兵哥吗？对。那么因为很简单，因为你要知道虽然已经是阿富汗喀布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毕竟神学士那么大家恐怖统治了以后呢，一直不信任那么其他的这个阿富汗的老百姓所以呢还是要你一边那个经营这种的事业，还是要有人荷枪实弹。荷枪实弹又如何那么根据伊斯兰国的这个相关的分支机构讲那么他们的自杀炸弹客呢，事实上是乔装成客人，对，进到里面已经吃面吃了半个小时，吃面半个小时以后呢，再假借说可能要上厕所、借厕所之类嘛，走到餐厅那边突然间引爆，造成整个大爆炸，而且他撂下狠话，只要他专门针对中国人民。所以只要是中国人民的在的地方，他们可能随时就会进行攻击。对，那这样就很可怕了。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一点是，他说是为了维吾尔的事情嘛，没错。对不对？维吾尔已经这么久了，你怎么可能今天才突然炸？一定还有原因的因为他讲的表面上的这个理由是这样，你也不要忘了一件事，维吾尔族是回教，对不对？对。你也不要忘了，这个老板跟老板娘都是回教徒都是维吾尔族的回教徒，然后跟这个阿富汗当地的人股东合资来开这家面店。还是造炸，对，所以呢，事实上呢，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到底为了什么？我讲他们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跟你这样撂下狠话说，我为了维吾尔族，我为了我们的这个等于说回教同胞，说我就要炸你，而且我锁定你，我还要继续炸。那我问你，这些中国人他们人心惶惶？对，不要说在阿富汗、喀布尔，在世界各地他都很害怕，因为伊斯兰国你知道嘛，就是恐怖攻击嘛。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就有记者跟他问到这件事，跟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问到这件事，就是针对在这个阿富汗喀布尔所发生的这个恐怖攻击的行动里面呢，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分子直接讲明了，就是为了新疆维吾尔族啊，而且还会继续做。那你们该怎么办？那么中共的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就直接讲，很制式化的说，谴责这样的行为。不过呼吁所有的中国人不要去阿富汗。他不是要反击吗？你要有具体的动作保护你的侨民，不是吗？他做了中共的呼吁是说，呼吁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个中国的人民不要去阿富汗。那我问你嘛，那如果到时候呢，你的铁杆兄弟呢，巴勒斯坦也被爆炸了，哪里也被爆炸了，那是不是有爆炸的地方，中国人都不可以去那个国家嘛？宇轩，我们刚看到阿富汗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说中国在国际上面被看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的盟友们已经离他远去，他已经看透了中国，都崩溃起来。你看到最近金正恩的这件事情，大家说他现在气中投恶，原本跟中国很好，现在完全没有。原因是因为当初北韩在最需要中国的时候，中国给他什么1.9万吨的糖。你给他1.9万吨糖干嘛？我需要钱，我需要物资，你给我这些东西干什么？对，北韩现在亲疏远近啊，跟中国分得非常的分明。比如说呢，像我跟赵和还不错，我就跟他讲说，赵和，但你知道呢，现在啊，我们的金小胖啊，怎么去称呼习近平的吗？了不起了哦！来，这是他们原本要再给他的贺年贺卡，对，结果呢，他第一个先把中国以前弄 special 呢，你最好的朋友，他能跟别人一起过生日吗？不行，要干嘛？专门客制化处理，对，特别的火幕。结果他现在直接跟他讲说，我把你跟其他国家纳进来。在第二件事情哈，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像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的贺年卡里面就包含了中国，甚至是他讲的更过分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及其夫人，连名字都不给你念，太坏了吧？就是你是 one of them， 对，然后我称呼你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夫人。转过头来看他如何去面对普丁那看到普丁的时候，Dear Putin，那个完全口气不一样咯，发新年贺词说不败，而且坚定的友谊，哇，好恶心然后我就说朝俄关系啊，现在打得火热，对不对？那对习近平为什么不满？因为刚刚赵和其实已经破题了，因为他把他当小屁孩。对，你知道什么叫当小屁孩吗？你囡仔人安尼你有代志吗？你不欢喜好啦，吃糖啊，细修米啊，糖啊蒙波啦，他直接拿糖给他吃但是呢，我跟你讲相对于中国的不利。美国在有些地方那个进展都是在台面下如火如荼。比如说我们讲伊朗，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推估说，特别是我们的廷辉老师我没有叫他来宾，讲到什么呢？我们的廷辉老师特别说，伊朗很有可能采取委内瑞拉模式，对，原地的直接给你扶植起来嘛，对不对？就真的出事了，各位出大事。你知道什么吗？伊朗最近有2个人，一个叫前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另外一个呢叫做前总统鲁哈尼。他们2个做了什么呢？他们竟然跑去跟流亡王储，就一直在上 Fox News 的那个巴勒维进行联系，就照啊，2个被抓走了，2个被抓走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概念吗？这2个人恐怕原本就是在地协力者，可能等到哈米尼被再见塞奥娜娜之后，这2个人就会浮出来，他们是在做我们讲交接的嘛，甚至是这是伊朗在联合国驻日内瓦的一个外交官他的层级大概是属于副团长左右，换言之，他是一个特殊外交官，高层的，他直接申请说，我不要回伊朗了，我直接在瑞士这边呢，我联合国也不干了，我申请政治庇护，希望能够保护我跟我的家人。所以你想想看，代表说伊朗可能真的未来会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人之将死不一定其言也善，有时候穷途末路的这种狂徒你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对，所以我们讲的围兵这我们必缺，你绝对不能把他围到死，因为他现在开始在国内大规模的厮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500个人生命宝贵的生命没了，33万人受伤。这是伊朗官方的一个电视台叫 IRIB， 但这个人你如果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巴勒维。我就请问一件事情，
啊，神学式政权，哈米尼主政状况下，怎么会巴勒维竟然可以对全国的人民进行宣告，特别的 message 给军方？你们是伊朗的国家，不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军队，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生命。时间所剩无几，跟人民站在一起。而且讲完之后呢，马上播2次，最后放下武器，宣誓效忠人民。他还故意出现什么呢？有警察就是制服安全人员的这个画面。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他在跟你讲一件事：伊朗内部呢，真的有一股反抗势力，而对于哈米尼而言呢，唯一能够把他政权颠覆最可怕以及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从军方到他的警政系统会从美国里面策反叛变。辉正，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格陵兰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就是一个忠诚的游戏。不要忘了，德军有没有去？有去啊！但是这13个人闪电战一样，44小时跑了，这个画面，我们再讲一次，在世界上糗大了。好，这个第一个糗之外，第二个糗是什么？德军回到国内之后，德国政府才知道出大事。我们想说要保护嘛，对，结果现在德国的年轻人，第四代人。没有一个想要当兵，甚至讲一个超绝望的话，说我宁愿给俄罗斯来统治我们，我也不要当。是我们都知道德军这一次话讲得很满我对你们的承诺是坚若磐石，结果卡克布瓦尤迟到又早退。没有想到现在德国的年轻人我们都知道，2025年12月17号之后，德国的新的兵役制，也就是变成义务役他们要求2008年之后出生的德国的年轻男女都要做体检，而男性则有回复，就说你有没有从军的意愿，也就是说，以后要采所谓的义务役的情况。结果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走上街头，而且不仅走上街头从早到晚都在抗争，还用非常羞辱的语言直接讲什么那个总理你去查这样子很难听那为什么晚上你看从早到晚上还走在街头抗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奇怪了，你们有钱人，你们要战争，你们要发战争财，我们只是平凡人，我们年轻人，我们对上战场来讲太年轻了。而且我跟你讲啦，讲真的，你真的要我上战场，我还不如活在普丁的统治下。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你看到这一张布条，来，我们看到就是这张。对，他翻译什么？与其战斗，不如生活在普丁的统治下。而且你知道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哪里？后面是柏林的国会大厦，等于是施压国会。那你不是觉得太莫名其妙吗？怎么德国年轻人搞到现在不想面临战争，不想到其实不在乎自己的主权这件事，甚至有人直接就是反战的就直接就是说完全不要上战场。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欧洲的兵能不能打这件事情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对。那除了我们之前提到，就是说这个格陵兰这一次好像很拉惨，其他人怎么只派一个，英国也只派一个。可是我跟你讲，英国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内部有更严重的事情，他们竟然发现他们自己的英国的军人看起来不要说打仗啦，先打肥胖战争，这个肚子也太大了吧！而且你知道他现在在干嘛吗？这是军人，对，他在站岗。你有看到肚子这么大会站岗吗？这也太夸张，你跑得动吗？而且你要看他是属于陆军苏格兰师的所以他还真的是军人。你想说好了，那1-2个那没应该还好吧？你错，你知道吗？现在根据《太阳报》的报道，那个英国大概有147300名军人对，其中有这个体重肥胖问题的竟然高达4万人，在27%，这也太夸张了吧？真的4万人都这么胖？对，就是都是有体重问题。其中我跟你讲更夸张，有6000名士兵他的体重是最低分也就是直接属于要被太除，不具备当兵条件。好，6000人很严重那你说这6000人太除了吗？他太除了5个。为什么太除5个？因为这5个你知道加起来是超过768公斤。就是真的，一个166公斤，假的。对，所以你知道吗？他们的太除是变成拉到166公斤才太除。如果你超过100公斤就太除，我跟你讲，有6000人都要太除。那你为什么不太除？因为没人找不到军人所以他们留下非常多，很荒谬你看肚子大成那样。然后呢，他也在高速公路上服务。然后最荒谬有一件事情，刚刚提到的那些军人里面，有320名竟然有2型的糖尿病，343名是要用减肥药，其中有11人政府还要帮他出胃绕道手术，大概有10几万。等一下，
这一个军人平均要花7.4万到22.4万，帮这些肥胖的军人抽脂。对，不是你军人不是要保家卫国，你要训练体魄。对，我要拿国家的钱去做手术。哎，你知道很荒谬，他们说他们要负重要跑啊，他们跑大概2英里那个大概跑了几英里，然后在2小时之内要完成啊。他说他们大概有1/3人是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就变成你根本一大堆都跑不动嘛，你根本没有办法负重跑，你这个连跑都没有办法成功的话，你怎么可能可以打仗？所以就让人家觉得8英里2小时的负重对你们来讲都2小时的跑步对你们来讲都那么吃重，那你到底怎么打仗？你现在看到画面这些，有没有看到？哎，右边的那一个是上校，哎，你上校肚子比人家这个肥胖的上校，对呀，所以你怎么管？你自己上校的肚子那么大，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呀。然后呢，最荒谬的来了，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你现在画面上看到2个在讲电话的，两个讲电话的是谁的？你看到这个2个讲电话，就是这个，对不对？嘿，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皇家礼仪团队讲授营养资讯的一个营养师。他是营养师，我无意去批评他，但是这个是营养师，他是营养师，这样子英国军人，他看起来这么营养，他看起来是要接受营养治疗的，就没有，他是营养师，我都怀疑你的任务是要把全英国的这一些那个军人，难道就体重增加1倍吗？太荒谬！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那个是他是干嘛的？你知道吗？他是做饭的伙房兵，对，伙房兵。不是啦，你这样子你有说服力吗？所以你知道现在英国他们就很严重，他们就在检讨一件事。他说我竟然要在我的军队里面去贴一个布告栏，那个布告栏是要讲什么？不要暴饮暴食到那个没有办法走路，或者是走路摇摇晃晃。哎，他说你可以看到你的腰带吗？这谁太胖到我想要这样子看。不是，如果说你要当军人，你要这个以后要打仗的，我觉得那一种你要负重，你要能狙击，你要能爬行，你要能这个做很多的那一个都这个任务，不可能在你这个1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情况之下可以那么容易的，所以人家就想说英国兵真的能打吗？可能是要打个大问号。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